大连。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病衙。走。叶姑娘，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神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叶安石，在天外天我叫叶安石，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了。明侯，你们是一伙的？是我让他来这里接应我们的。他神智已失，但杀手的敏锐还在。你不要轻易靠近他。他为何会如此听你的话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这是好强的气场！你看到他拔剑了吗？他没有拔剑，只用剑鞘就将明侯逼了回来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回江湖，遇到的都是这种绝世高手？哎呀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个女人，我才压制住她的伤势。若是再经历一场大战，只怕神仙也难救。你先带她走，我来拖住这个人。你能行吗？士为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我们分开这么久，如今就算来个刀仙剑仙，我也定能不落下风。好，你小心点儿。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，没错了，都是些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叶鼎之的大家业成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我也大概猜到了你几分，但是要看过了你的剑，才能确认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还是大家业成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身，就算是佛陀也定不住我的身。你不是想看我的剑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。破军剑，天下名剑位列第5，号称王霸之剑。你果然是怒剑仙。怒剑仙前辈，恕晚辈无礼，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一定要生死相逼呢？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跟你老子交手。所以你就来欺负他的儿子，这恐怕有失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想杀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怎么不容易？明侯，快跑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。快走！无法无相功，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。好，还不够好。走。
老太爷好身手。穆雨墨，你来晚了。偶尔也让老爷子等一等奴家嘛。哎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一个行将就木之人，可不会中了你的媚术。这可说笑了。老爷子可是不管年少年长，都是个绝情的人。和你一样绝情的那个弟子呢？今天怎么没来？他在连月阁。事成之前，他不会踏出那座阁。说正事儿吧，你还有个客人没到。怕是不会来了。我了解他，要么他来了，要么他不来。怒剑先言战天，可从来不会迟来。这件事没有他不好办，但也不是办不成。还以为能见到大名鼎鼎的怒剑仙呢，结果聊来聊去，还是和老爷子你聊了家常，真是无趣。哼，千珠之阵，那老太爷的筹码呢？绝妙！唐门最隐秘的毒，配上我暗河最隐秘的阵，此行我们势在必得。可莫要低估了我们的对手。贵客何人？是暗河的大家长，北离二皇子，白王萧崇。我等着见你的这一天，已经很久了。你在等我？是。你有一个好弟弟，他冒充了一个人，骗取我暗河的邪主。虽然他身份金贵，但我暗河杀人，从来不管什么身份，所以他该死。还请大家长手下留情。我若没有手下留情，他从见到我的那一刻，便已经死了。九皇子想请我暗河和唐门联手，覆灭雷门。而雷门是雪月城的重要盟友，灭了雷门，就等于毁掉了雪月城的半只臂膀。这桩买卖对我暗河来说不亏，但是覆灭雷门只是前驱。你找到我，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。刚刚开始。对，我说我在等你，是因为这天启城的皇子中，我一开始选择的就是你。我助你登上庙堂之高，而你则要让我暗河的水潮淹没整个江湖。二哥，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？皇兄，卷侠知错了。还不快和大家长道歉？不必了。你早就知道我身份。年轻人，你太小看暗河了。从你踏入暗河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已经知道你的身份。之所以不杀你，是因为白王萧崇，你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大家长，恕我直言，暗河不是我的选择。
你这么拒绝我，就不怕我把你们都杀了？我想大家长应当不会做出这种不利之事。不过我们之间的选择已经无法避免了。白王殿下，有些决定不要下得太早了。天天都吃着馒头，人都给我吃瘦。有馒头吃就不错了。谁让你从剑冢走，也不知道跟你外公要些银两。剑心冢卖的剑，每一把都价值千金。你外公也算的是江湖前3甲的富豪，怎么就有你这么一个穷酸外孙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去看看。老朽也无能为力呀。小左，知府大人悬赏1000两纹银寻找大夫，1000两纹银呐！咱们3个懂医术吗？1000两纹银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要懂什么医术啊？你不是有那什么蓬莱丹，一枚30宝？小点声行不行？你知道那一颗蓬莱丹值多少银子？你知道那颗3日丸如果传出去，会有多少人要来抢？哎，我知道那蓬莱丹很金贵，但是你看这小城里也没什么人认识，是吧？而且你救人一命，也算是积德行善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松开！我以前也学过一些医术，谁说救人就一定要用我的蓬莱丹？你个横货！你还学过医术呢？哎，你以前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轻功又好，赌术又高，还会医术，哎，你太厉害了吧！行了，能不能别说了？哇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是景霞冲动了，求皇兄原谅。不是冲动，是不对。景霞只是想帮二哥。这个世上有很多人，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。这样的人不必多说，我们天启城遍地都是。还有许多人，为了情义可以不要利益。他们心中有信仰，有执念，他们不愿自己身上沾染半点尘埃。他们可以为之生，也能为之死。萧楚河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才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我敬佩这样的人，可我成为不了这样的人。他是无瑕的，而我终究是有颜色的。不过这个颜色也只能是白色。我有不能打破的原则。景霞，知道了。少汉那边的书信到了，大概是陛下一直问我们为何还未归朝。宫中其他皇子有什么异动？其他都正常，除了赤王萧雨，他一直称病不出，已经有1个多月了。哼，那个施九王爷，景霞，不能小看赤王。虽然现在就你们2人被封王了，可是皇兄你是凭借自身的才识啊，那小雨凭什么？还不是凭借自己的母妃，深受父皇的宠爱。很多事情不能从表面上来看。赤王萧雨可是个很可怕的敌人。你刚才还有一件事情说错了，被封王的不止我们2位。你是说永安王萧楚河？暗河已经说了。他们对于他的追杀是不会停止的。要我说，你不如顺水推舟。放肆！刚才我跟你说的，你都忘记了吗？可有联系到大师傅？属下已经让人尽力去寻了，可是怒剑仙前辈的行踪太难追踪，只知道他在快到唐门之前离开了。
希望能够及时联系到大师傅。能阻止这一切的，只有他了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心脉已断，准备后事吧。告辞。大夫，自有神仙庇佑，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现在只信大夫。是。看来现在只有药王辛百草才能救他了。我去找。大人，外面有人给了一瓶药，说是服下之后便能痊愈。蓬莱丹。蓬莱丹是什么？天启药王殿里的圣药，只有皇室宗亲才有资格服用。他们几个人？哦，2男1女，女子手拿一把长枪，另外2个男的，一个红衣，一个青袍。是他们。萧瑟、田洛、雷无节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才几日没见，就这般想念了？你是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们是走到哪儿被打到哪儿。哦，原来是被打了，才想起你大师兄的好。不是，哎，大师兄既然在这儿，那叶姑娘岂不是也在啊？难道那个要治病的人是若依？若依，蓬莱丹正在帮你清除血脉里的郁结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问题。忍住。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，久违了。先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怎么样，萧瑟？若依她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事了。你和叶姐姐从前认识吗？你似乎对她的病十分了解，而且刚刚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她说久违了。我们2个从小就认识。啊？那你们之前明明相见了，为何不相认？莫非曾经是情侣？什么情侣？我们俩只是旧相识罢了。过分！过分！好了，你们几个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。什么过分？哼！所以唐门是打算就此判处雪月城。虽然我不知道老太爷的具体打算，但是很明显，他们不想继续与雪月城保持盟友关系，而且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。师兄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，你赶紧回雪月城禀告3城主吧。我不能回去。你还没做决定？不是。唐门是我的家族，雪月城是我的师门。我并不想背叛任何一个，我只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不回雪月城，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什么事儿啊？雷家堡马上要召开英雄宴，但现如今他们并不知道唐门的变故，而这场英雄宴很有可能是唐门反叛的开始。我已经传信给雪月城，怕是来不及，所以我要亲自去一趟唐门，阻止这一切。可这件事很难。的确，这件事并不是我能做到的，但是只要尽力，就不会有遗憾。大师兄放心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关于若依的事，我刚才探了她的心脉。她之所以能撑到现在，是因为体内有股真气，而这股真气很熟悉。是无心。无心？他在哪儿啊？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吗？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剑客，穿着一件黑色披风，手里拿着一把出奇大的剑。无心暂时拖住了他，所以我才能带着叶姑娘先行离开。难道是他？
针鸠尾，2针神阙，3针七海，4针关元，5针终极，便是此刻。不愧是玄剑仙，饮。你受伤了，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小仙女，小仙女。 没事的，放心吧。你跟梨花针呢？伤了他的针，我自然把他捏碎了。国师啊，一秉万卷书，行遍万里路。谢道友，多年未见了。国师。 国师是来找赵玉珍的吧？可是，一夜过去了，都未曾见你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直看着他。不知道国师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枯木如何逢春，春去如何秋来。啊，国师讲话果然深奥。 我与玉珍的师傅吕素贞有过一个约定，帮他一个忙，但我还是来晚了。可他却来得恰恰好。算算时辰，雪月剑仙现在也该醒过来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我从望城山下来，经过一片桃树林。我想，我们的重逢应该要有桃花。编写了这些桃花瓣，你可还满意？到这个时候，不满意也没有办法。我已经下山了，就回不去了。 小心，我们走吧。已经不小了。是啊，不小了，是大仙女了，比以前更好看。以后别叫我小仙女了，还是叫我李寒衣吧。凉风帅以立。 游子寒无衣，这不是什么好名字。我们改个名字吧。改什么名字？桃花，李桃花怎么样？这么艳俗。用在别人身上是艳俗，用在你身上就是风华绝代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在少年。 在桃花纷飞、初见你之时，
我们都还是少年。在你醒来之前，我让谢轩先生帮我找了一处院子。什么样的院子？一处小院，一棵桃花树，就像你们初见那样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院子？因为如今重逢，我终于可以问出那句我少年时就想问的话了。小仙女，做我娘子多好。我曾听人讲过，朝花夕拾实是人间最煞风景的事情，因为花已经不是朝时的那朵花，人也不是朝时的那个人。这说法实在是可笑。人会变，是因为那人的心不够真；花会变，只是因为那朵花不够美。幸运的是，我依然是我，花也依然是最美的那朵花。朝花夕拾，真是太幸运。真好看。因为遇见你，所以才好看。我真应该早几年下山。我这一生，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，才刚刚开始。赵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小仙女，我就要死了。赵玉珍，桃花帘外开已久，恋中人比桃花羞。小仙女，我就说你是个姑。有吗？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很高兴。你来迟了。傻小子，还等着吃桃子呢。好美啊！这一生能遇见你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了？戴着面具好丑的，你还是摘了面具更好看些。真好看，连声音也这么好听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可愿意随我下山？自然愿意。谢谢赵玉珍，赵玉珍。我这一生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才刚刚开始，只要能日日的陪伴着你，我都愿意。
是桃花。看来，终究是没能避免这个结局啊！我望城山人，只求结发寿长生，不理人间纷扰事。但是这件事不行，望城山众弟子听令，弟子在。望城山誓报此仇，誓报此仇。破军为何突然振鸣？白日之中，为何突见星辰陨落？如何？经此一夜，与雪月城结下了冤仇，又和从来不理世事的望城山结下了死仇，真的值吗？沐雨，沐雨从未对大家长的决判提出意见，但这一次，我想问，值吗？无论是雪月城，还是望城山，不久都将不存在了。国师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心中莫名的不安和难过。先赶路吧，撤。驾！皇兄，不知皇兄突然召我入宫，有何事吩咐？听说虫儿回来了。白王。啊，听说他刚刚回府，想必一会儿就会进宫请安。怎么，皇兄想他了？他一个人回来的？难道他不该一个人回来吗？陪姑出一趟宫吧。皇兄，去哪儿？白王府。儿臣恭迎父皇。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才几日不见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回父皇，回来之后，不幸感染了风寒，最近正在家里休养。你身子骨不好，平日要多加注意啊。谢父皇关心。父皇，楚河的事，陛下，殿下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可当时六皇子态度坚决，宁愿接了奴才一剑，也不愿离开。
世间所有的兵器，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凛冽如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风。小四，我接了13招，送给你3招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天洛，师姐，小瑟，你走。擎天剑的刀法，有意思。老太爷，回头吧。唐莲，你很好，现在敢于我动手了，只不过这个程度还不够。老太爷，我求你，回头吧。回头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带他们走。只因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，所以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大师兄，快退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现在可否算倒下了？还不够。哼！既然不够，那就对我出招吧。我不会再用唐门暗器。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，加入雪月城吗？我刚才对老太爷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，心中有愧。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。既知有愧，为何不退？守我心中之道。小瑟，小瑟，你快走。我们都可以死，但你不能。走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师兄！无极棍。若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仙人，一个叶若依，一个唐明，一个雷无极。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小瑟，你还真是个高手。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武功，骗你。但是你们高手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？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，才出来逞英雄。对不住了，小寒湖。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前功尽弃，性命危险。
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着。 小四，竟能直通逍遥天境。 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三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 老太爷，你这小子，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小四，小四，小四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小四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 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，在这儿等我。怎么又追来了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啊！哦，战天兄的轻功还是这么快啊！看来你是想护住他们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打算杀他们。都怪我那傻徒儿，想让我给他们带个话。看起来。 我应该是来晚了，罢了。这一切都是定数。这帮孩子要是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但这李寒衣他……就交给雷轰吧，还有劳如剑仙带他们下去疗伤。好。寒衣。 不要追了，寒衣！你们败了。前辈，请莫着急。你又是谁？晚辈唐门唐泽，这次随老太爷前来赴宴，我有个交易，想与前辈讨论。交易？你有什么资格与我做交易？
不知这满厅宾客的性命，可否算作资格？你什么意思？晚辈不才，可解这暗河的毒药。如果我偏就不呢？你信不信？你连自己的死都没有察觉到，你身上的药就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可如果我有的不是解药，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呢？或者说，其中有一些是解药，有一些是毒药呢？若你们一瓶一瓶、一粒一粒的去查，恐怕人也早该死去一半了。此次的事情跟唐门并没有关系。暗河潜入英雄宴，下毒谋害天下英雄，而唐门及雷家堡几位高手并未中毒，最终击退了暗河杀手。唐老太爷战死于此。厚颜无耻！确实厚颜无耻。好，前辈明智。但是这笔账，雷门一定会找唐门算，世世代代死亦不休。唐泽记下了。大剑今日竟有空闲到老道这里做客，真是难得呀。国师啊，有10几年未出天启城一步了吧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让国师亲自去啊？一个故人的约定罢了。对了，国师啊，我听闻5日前陛下回都之后，曾来过青天剑一趟。而在这之前，金衣蓝月侯就出城而去了。哦，大剑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未免铺垫的过多了。好，那锦轩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陛下突然宣布要立储君，按照北离律例，这皇位传承会分成2个卷轴，一个给5大剑明达圣意，另外一份要给青天剑名传天道。只有2份卷轴上的名字一致，这储君之位啊才会承认。可锦轩并未收到那份卷轴，这心里不安呐，所以才冒昧求问国师。不知国师可曾收到那份卷轴啊？不曾。那可曾问过国师？问过。那国师可否给出自己的答案？我说过，天道只是一个可能性。老道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真正做决定的还是圣上。百可定国，赤可开疆。荣获在野，天下难安。国师只说了这16个字，这真是国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今日散朝之后，共有13位大臣前去拜会青天剑，可是都被国师拒之门外了。哎，只有锦轩大剑前去的时候，国师见了他。龙贤，你说一下，这16个字，你如何理解？前8个字很好理解。白王萧崇是守国之君，大概是因为他性格沉稳，做事冷静。赤王您是开疆之君，说明勇武可嘉，以后对阵男爵，需要您这样可做帅才的皇帝。可这后8个字又是变数，有了这后8个字，好像前面8个字都白说了。不仅前面8个字，其实这16个字都是白说。这16个字不像是一句建议，从国师口中说出，更像是一句箴言。定什么国，开什么疆。真龙只有1条，天子只有1位。得胜者立于高台，其余的匍匐于台下，血流成河。一代又一代，一朝又一朝，星辰日夜变换，朝代交替更迭。唯独这件事，亘古未
极其稀有的草药。你们两个功力如何？勉强，还行。生死关头容不得还行，请你们再回答我一次。北离前师，域外第一。很好，我希望你们助我将他的内力逼回隐脉之中。之前我们便是这么做的，只是刚把内力压制下去，马上又会窜起来。这一次我会封住他的隐脉，你们要做的只是将他的真气再次逼回隐脉之中。我还有9枚印阵，足够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那个，敢问阁下是何人？是剑仙种的人吗？不是，只是个路人罢了。碰巧里面那位妹妹赶路，但马又跑不动了，我顺便把她送过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来，算是我们的恩人了。多谢。啊，别客气。我说侯爷，我还坐这儿呢，别演戏了。大将军。哟，这位是侄女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可真像她娘亲呢。见过蓝月侯。金溪蓝月侯，你认得？我也只是听说过名字。他是当今圣上年纪最小的弟弟。啊？大将军怎么会在此地啊？我这个女儿不听话呀，明明身体不好，还老往危险的地方去。没办法，只好过来抓她回去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将军是来抓女儿。这抓女儿，需要带着声势浩大的叶子营吗？那个，打断一下，你们一个侯爷和一个大将军，你们俩在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还不知道里面躺的那位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我朋友萧瑟嘛。萧瑟，他是永安王萧楚河。永安王萧楚河。就是那个在殿前替琅琊王争辩的永安王，就是那个17岁就逍遥天境的绝世之才。师姐，他们说萧瑟就是永安王。原来阿爹说的守护，居然是这个意思。萧瑟就是萧楚河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永安王就是萧瑟。哇！师姐，师姐。啊！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难道不激动兴奋吗？小兄弟，你为何如此兴奋啊？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我当然激动兴奋了。师姐，你赶紧去告诉大师兄这个激动的消息，快去！大师兄。大师兄，你怎么醒了也不过来？毕竟是唐门导致这一切的，我身为唐门弟子，实在是心中有愧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大师兄，原来萧瑟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没想到，真的是这样。你早就知道了？这只不过是个猜测罢了。现在来了什么将军、侯爷，看这架势是要把他给带走。侯爷，我们走。哎，
无心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！你看我皱什么眉啊？觉得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不开心了？果然是个俊美的少年郎，和我的一位故人颇有几分相似。我爹叶鼎之，你可认得？叶鼎之，久闻大名，但未曾见过。无心，萧瑟怎么样了？你们可真是捡到宝了。里面那个小姑娘，她真是个神医啊，没用几针，就将萧瑟的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不过那个小神医的脾气可不太好，你们跟他说话可得小心一点。那就好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我也要去看看我的侄儿。过此见者，杀！刚才忘了问这位小兄弟的身份了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不让我们过去？青龙，天启寺守护，列东方卫。青龙，你是李新月什么人？家父雷梦莎，家母李新月，家姐李寒衣。原来如此。刘姐，他们也只是想看看萧瑟的伤势，如果有什么，等萧瑟。作揖姑娘，恕我不能让开。贤侄，你是头的儿子，我自然会护你周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但是里面这个人身份特殊，我是一定要带他走的。叶小英，你想违抗圣上的旨意吗？圣上的旨意？那这么说，侯爷身上有陛下的圣旨了？那还请给孝英一阅。叶孝英，你好大的胆！是人还我人头！你说我胆子大不大？大师兄，这位小兄弟又是何人？玄武，天启寺守护，列北方卫。你是唐连月的弟子？唐门唐连月，雪月城百里东军座下弟子唐连。见过蓝月后。这位小姑娘，你是什么守护呢？一定是要什么守护才行。事关萧瑟，我就是站在这儿。你是枪仙的女儿？朱雀，天启寺守护，列南方卫。那便再算我一个吧。那日，你们也是这般站在我面前，今日，便换我来守护你们。好啊，少年英气，我也是多年未见过。里面那位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，因为我受人之托。住手！我的病人还没痊愈，你们就要来抢人？好啊，你们抢啊，抢啊！抢走了拉倒。你信不信，走3天就能给你死在路上？那好办，我连你一起抢走。你把我带走了也没用，我治不好。什么？小神医，说仔细点。方才我看你已将伤势压下去了，可又出了什么别的变故？萧瑟的伤势确实稳住了，但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了。那怎么才能彻底治好他？海外仙山，蓬莱之岛，一世仙人，捕魂之术。谢先生说的这些，恐怕都是书上所说的无稽之谈了。就算蓬莱仙岛真的存在，谁又去过呢？楚河只有现在跟我回天启，才能保住一命。连师傅都治不好的病，这天下又有谁能够治好呢？国师，齐天辰。齐天辰或许能够做到，但是以萧瑟目前的状况，踏入天启，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哼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让他死在这里啊？有我保护楚河，在天启，谁敢加害于他？当年谁能害他，这一次也能。
海外仙山并不是无稽之谈，有人去过那里。谁？百里东君。师傅他去过海外仙山？他去过。就在他第2次去的时候，功力尽失。但是他回来之后，大战叶鼎之，逼退了整个魔教。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现在以他的身体状况，你告诉我，他还能撑多久？我要去。萧瑟，你逞什么强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没出海就已经死了。皇叔，我要治好隐脉。治好隐脉，丢了性命又有何用？国师是治不好你的隐脉，但他能保你下半生无忧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然后呢？像个废人一样度过一生吗？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去试试。没人拦得住我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皇叔陪你去。不就是去趟海外小岛吗？从东极出发，用不了半个月就能到达三蛇岛。皇叔，怎么？叶将军，六皇子有何吩咐？还请二位速回天启。我这回出来，是奉你父皇之命，必须把你带回去，不然我没法交差。皇叔，请看我的手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这双手曾于沙场之上斩杀敌将，也曾于庙堂之上怒斥龙吟。可现在这双手，连握紧一根棍子的力气都没有。皇叔，你认识的萧楚河会这样度过一生吗？这皇叔也想帮你，但皇叔1年之后，此时此刻，不管我伤是否痊愈，不管我是否活着，到时候我会在雪月城等着各位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一定跟你们回去。好，如果是换做别人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但是你萧楚河说的话都能做到，1年之约，雪月城相见。萧瑟定遵守诺言。萧瑟，好名字，但我更期待你以萧楚河的身份出现。楚河，那一日，我会率领你父皇的1000虎贲狼，高举着我们萧家那金色的神鸟大风旗，在雪月城下高呼你的名字。记住，你是我们萧氏的6皇子，北离的永安王，你的家永远在天启。刘皇子，那就等你回来。叶将军慢走。若依，既然3城主看你的病那么久，也没有好的方法，那咱们还是找国师想想办法。走。若依，听话。我觉得你有戏。真的？真的。他走的时候就看了2个人，一个是萧瑟，那是旧相识；还有个是你，那是新欢。
一个修行之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们好久没在一块了。我身份特殊，陪着你们的话，总让人觉得我是心怀不轨。啊？只怕还没有出海，就被千军万马给拦住了。虽然我是正义又善良，正义又善良，我没看出来。对啊，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人家对你有意思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说好了，一起去看那昆仑之巅、沧海绝境、天涯尽头的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这次回来，是为了了却旧事吧？不，主要是来看你的。满嘴胡话。彼此彼此。走了。期待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。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雷无极，去仙山的路上保护好他。怎么只有雷无极啊？还有我呢。这天启四守护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什么天启四守护啊？那都是别人强加给你们的身份，不用管。哎，那个什么青龙守护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个？我只不过是为了说出来有气势，吓唬吓唬人罢了。我帮你，是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哟，什么朋友？那自然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。萧瑟，这一点你就无需再坚持了。你想回到从前的那个你，那你就接受朋友们的帮助吧。萧大皇子，你的事情交代清楚了吗？哦。那你就跟我回去治疗吧。一个快要死的人了，话还这么多。雪月城里寒衣，暗河苏沐雨。还记得多年之前，你我曾联手对付过一个人。当时的场景，此刻犹在眼前。可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想杀我？就凭你一个人，杀不了我。这世上，恐怕没人能真的杀得了雪月剑仙。再加上一个我呢？暗河两个家主联手，哼，之前还从未有人有过这样的待遇。但想杀死我，犹未足够。我这儿有18柄剑，今日愿意全部断在这里，只求剑仙退回雪月城。慢走啊！快点儿！这个灯好漂亮，买一个吧。挑一个。丢了！我们被那个拿着大剑的家伙阴魂不散的追了好几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甩掉了，你告诉我钱丢了？那锁场里的剑那么大，那我打斗的时候被打丢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！少废话！钱老师，我没钱，我可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，师姐？还不带钱？我出来逛逛不行啊？你出来逛，你也要带钱呢。而且怎么逛就逛到萧瑟边上去了？前几日的时候，臭小子，把你这2把破剑先拿去当。那怎么成啊？我要是现在把这2把剑当了，我们出了这个城门就会被苏长礼给砍了。那就算侥幸逃脱，我也会被我师傅跟我姐给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不被那个苏长礼给砍死，也得饿死在这九霄城。
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还有什么办法？这好，好多人啊！臭小子，跑哪儿去了？姐姐姐姐，你这么好看，叫你相公给你买朵花吧。我不喜欢花。重点是相公2个字吧？可是你看，大家都有花呢。最近是我们九霄城的花神节，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有插花的习俗。那就买1朵吧。入乡随俗，就当求花神庇佑，报个平安。是花神节的烟花，好美啊！始终如初见，从此策马江湖梦不复原。在想什么？想起小时候，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去烟火大会。我小时候啊，总被人挡着，我二爹就把我放在肩膀上。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雷门的人要是知道自己的火气被这么用，一定会被气死。啊？我要表演了！我要表演！我要表演了！乡亲父老们过来看看啊！过来看看！我要表演啦！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！好，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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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。雷门不幸啊！走，大哥，走。哇，人前的味道。你个臭小子！哎，小四，咱们现在死不了啊？是吗？啊！你再这么张扬下去，这百里之外的人就会知道，这儿有一个傻乎乎的雷门弟子用霹雳子放烟花，到时候不死也得死。哎，先不说这些死不死的，咱们先去吃顿好的。哎，哥哥，刚刚我看烟花入迷，你还没付钱呢。哟，肖老板，抠门的肖老板居然给千落时间买了束花。少废话，付钱。行，来，谢谢哥哥。去吧。走，带你们去吃顿好的。走吧。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叶若依拜见唐林月长老。大将军叶笑英之女。正是。师傅，不是说对叶姑娘的病有医治之法，才让我把她带回唐门的吗？司空长风是药王的传人，他尚且医不好，老太爷能有什么办法？况且老太爷已经闭关数月了，连我都没有见过他。那是谁传假消息给雪月城的呢？是我。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若依今日要见的，并不是唐门长老，而是天启4守护之一玄武使。你今日来见我，是因为那个人出现了吗？当年琅琊王谋逆案中，
琅琊王甘心赴死之前，将他最看重的六皇子萧楚河托付给了他的4位好友，也就是天启寺守护。如今青龙和朱雀都已经见到了他，也到了该玄武使出现的时候了。天启寺守护，师父，难道你让我在雪月城等的人就是？你要重聚天启寺守护，跟随萧楚河重返天启城。大将军叶小鹰是把宝压在了六皇子身上吗？小的时候见到他，觉得这样的人就该登上那个位置。我不管父亲怎么选，反正我选他。只可惜你来晚了。来晚了。你看外面。师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雪月城背后有3大世家支持：唐门、雷家和温家。其中唐门与雷家一直不睦，与雪月城结盟只是形势所趋，以及我与3位城主交好的原因。如今形势有变，看来唐门的老爷子们有了新的想法。新的想法？现在雪月城里，只靠枪仙一个人，已经镇不住唐门的老爷子们了。有人悄悄拜访了他们，那个人开出了筹码，可是要比雪月城高得多。是什么人？北离2皇子，白王萧崇。唐莲，百里东君都教你什么武功了？百里师傅教了我一套内功心法，叫垂天，以及一套拳法叫海运。百里师傅说，心法强身，拳法护身。平日里对决，还是以唐门的外防绝技为主。百里东君大概是看出你性格过于平实，所以传了这2套武功。这2套武功的精髓在于逍遥2字，但你似乎并没有明白。是，还请师父指点。当年唐门那么多弟子，我选中你，便是因为你的平实，但平时也会害你。人生在世，总要做出取舍。这是玄武令。叶姑娘，当年我们答应琅琊王，世代传人都会守护6皇子周全。如今我把玄武令给我最重视的弟子了，守护6皇子君临天启城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师父，你不必担心，我把玄武令给你，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。但今天有一件事你必须做到。暴雨梨花针，你信不信？你按下去，死在暴雨梨花针下的人是你们。我信，因为你是唐门第1的唐连月。但今天你不能走，就算我们2个都死在这儿，外面那几10名弟子也都死在这儿，要把你留下来。我并不想走，但这2个人，你要放他们走。是老太爷要见的人，我做不了主。有没有走的理由，要看他们的选择。唐莲，带叶姑娘离开。是。走。老太爷。老爷子，您也来了。许久没见你了，来看看你。唐莲，我与老爷子说会儿话，你们先走。好，走。老爷子，这次我还是让你失望了。3碗阳春面。多谢，客官慢用。这路途遥远，就只有这几个钱了，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这话有点萧瑟的意思了。肖总，这面还得是你雪落山庄的好吃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我开的客栈
就连厨子也是方圆百里最好的。又在吹牛。怎么是吹牛呢？我骑最好的马，穿最好的球，就连朋友都是最有义气的。师姐，他刚是在说我们吗？大概是吧。萧瑟，我太感动了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“朋友”这2个字呢。那他之前都怎么叫你的？小笨货，不对，小憨货。我有你说的那么不讲情面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你朋友，可你欠我钱，这本来就是2回事。那这碗阳春面500两，我让你吃了。行，500两就500两，我又不是付不起这钱，就当是你那天在望城山下的救命之恩了。那天你要是弃我而去，苏昌黎在哪儿，我必死无疑。那你别吃了。干什么呀？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朋友，就算你萧瑟是街头卖艺、玩杂耍赚钱的穷光蛋，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都会救你的。但是你把情谊换成银子，你别说是500两，5万两我都不跟你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这朋友赴死？那你未承诺呢？比如，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母亲留下守护的承诺。这一个是情义，一个是责任，有什么区别？情义是我雷无杰闯荡江湖最看重的东西，我可以为之生，亦可以为之死。那责任是我出生以后便背负的，那是我不得不做的承诺。那倘若你要守护的人，你要守护的人要杀我，怎么办？那便说明我母亲他们错了，那人不值得我守护，我带你跑就行了。那再如果你要守护的人就是……哎呦，我的雷师弟，怎么这段话还把你自己感动哭了呢？这我没哭。怎么了？弹指醉，好见识。怎么回事？小嫂，我们中毒了。接着。精通凝水诀，并且能和弹指醉相结合。你是暗河穆家人。暗河穆家，穆英。你们这帮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你刚刚服下的是蓬莱丹吧？这种奇药确实能对抗我的弹指醉，可他2人已经中毒了。再服下这丹药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闭嘴！这就是雪月剑仙所传的止水剑法。手上内力。雷无杰，千洛，不要妄用真气。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不那么痛苦。你似乎太得意了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没中弹指醉。你并不会武功。小嫂，我跟雷无杰拖住他，你快跑！你的这2位朋友，若再妄动真气，就要筋脉寸断而亡了。闭嘴！穆英，你算盘打得很好，不过你还是忘了，他们2人内力暂丰，但我的内力还在。小嫂，这是……我引脉受损，不能运用内力。
这是卢剑仙送我的无名书中无数的流转之阵，我把内力借给你们。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功，怎么不早用啊？想得美！你们内力暂封，我才能成功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速决。萧瑟他们有新的消息吗？没有相关的消息。雷家没有书信传来吗？没有。我曾听唐师兄说，当初雷无界来雪月城的时候，1个月的路程，他们生生走了3个月。这样算来，但愿是我多虑了吧。以你的年纪能到此境界，实在难得。只是杀你这般可惜之人，才真是畅快呀！我可不怕水。火灼之术第8种，天火降。丫头啊，这个年轻人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问题啊可就大了，他的隐脉受了重伤。世人皆知显脉乃是指7经8脉和12经长脉，还有15络脉。但其实人亦有隐脉，因为人的内力便是藏于这隐脉之中。此人隐脉受损，不能用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隐脉中有股可怕的力量。如果这股力量反噬，那么他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中。他之前应该遭遇过了一次反噬，只不过这次反噬并不严重，所以只是有些气虚，补一补就好了。但是以后嘛……怎么，还有我的小花锦看不好的病吗？你别说是我，就算我师傅来了，估计也医不好。至于我那个3心2意的师兄，怕是也医不好吧？你是说那个枪仙司空长风吧？师傅说啊，若是师兄只注重医道，那么这天下间便没有他治不好的。可是师兄又学医又练枪，还跑去当什么城主，这般3心2意还怎么学医啊？你倒是专心钻研医术了，跑到我这剑心冢里采了1年的药材。我诱惑了你几次跟我学剑，你都不肯，怎么就没有看到你把它给医好啊？我还小嘛。还小，强词夺理。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先把药喝了吧。3日过去了，你终于能下床了。多谢神医。不用谢我，我只能帮你小忙。你隐脉的大伤，我治不了。这话我已经习惯别人说了。我之前在药王谷里看到过一本古书，上面记载了一种医术，叫捕魂之术，能令枯木逢春，结泉涌水，逝去的花草能够重生，断去的魂脉也能够重连。只是书上并没有记载捕魂之术的正确用法，可能早就失传了吧。毕竟师傅号称医术天下第一，也并不会这捕魂之术。这么说，你是新百草的弟子？是啊。
这几天啊，千落师侄已经和我说了，你是长风师兄的弟子，所以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小师叔。你今年多大？你别看我小，我可是有大志向的。什么大志向？比如治好你的伤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信。对了，他们说你那天通过什么流转之阵将内力借给了他们，是一本什么书啊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此书乃是如剑仙谢轩所写，修炼此中功法，可以慢慢修复阴脉。真是本奇书。你要是想，就请你多看几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都记住了。想不到小神医竟还是过目不忘的天才。但是你那个姓雷的小兄弟可不能再等了，他每天着急想要出种去那雷家堡，还说如果去晚了就要被姐姐一剑给杀了。什么姐姐啊，这么凶？天下前5的剑仙，你说凶不凶？不过他既然这么着急，那我得去拜访一下李种种。萧瑟见过李种种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种种相助。哎，这都是华锦的功劳，老朽也没做什么，只是没有想到我能够在此与你相见呐。对了，你对暗河的追杀有什么想法吗？暗河向来是不死不休，如果是专程为了杀我们，那应该派出更强力的杀手才对。怎么，苏昌黎还不够强吗？我们之中最有可能是目标的人就是我。若是请东暗河为求稳妥，应该请出纸伞鬼苏沐雨这样的高手。所以我估计，这里面应该是另有阴谋，或许跟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有关。雷家堡，英雄宴，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当务之急，是我们要快点赶往雷家堡，在敌人的阴谋发动之前，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你刚才说，你叫萧瑟？是。不管以前是叫什么，以后也只会是这个名字。暗河的那些人惧怕我剑心虫不敢硬闯，但也未必会离开呀。今天晚上我就去击退他们，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。怎敢劳烦种主亲自动手？我外孙为你，我为我的外孙。真是个大好杀人夜呀！你在担心剑心种帮助他们吗？那何去何从2位护剑师我们见过，单凭他们2人的剑术，与你相差甚远，不足为惧。除了他们，剑心种还有别的高手。啊？别的高手？谁？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。李新月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李新月是死了，但是心剑未绝，教他剑术的那个人也依然在。您是谁？天下第1铸剑师，李素王。巨剑腾空，天下第5名剑破军的仿剑，乃是我年轻时所铸，也是许久未见了。是柄好剑，只可惜被握在正确人的手中，杀气太重，毁了一把好剑。剑本来就是凶器，在我面前论剑。
外公，外公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了，您不必替我说道。此人不好对付。我遇到不好对付的人多了，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再来问一次剑吧。我有一剑，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赤落云剑。新剑，好。剑不是凶器，是你的朋友，死在这样的剑下，无妨。刚刚我的确胜了你一剑，还不足以伤你吧？对于杀手来说，输了便是死了。又是傀儡，不必追了，这只是他的脱身之术。区区一个木鹰不足为虑。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刘姐，哎，喂！刚刚苏昌黎那一剑，是前辈动的手脚吧？是的。就是刚刚我和他对的那一剑，我已经把他的真气给击得混乱了，可是他却感觉不到，所以在和小杰对阵的时候，他还误以为自己躲过了那一剑，最后偏离了1寸，被震断了心脉。前辈为何如此？小杰天赋很好，可是有些心软了。我能够感觉到，他的剑是君子之剑，然而君子之剑也需要有杀伐气。他的剑求胜，而不是求生。这江湖险恶，这样的剑会活不长久的。我不愿杀人，人却要杀我。不管是不是江湖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前辈的担心我记下了，还请把雷无节放心的交给我。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迫使小杰做出这样的事来的。前辈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我的女儿死了。如今，我希望我的外孙能够平安的回来。萧瑟记下了。救命之恩，萧瑟永世不忘。若有缘，再来求见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有钱，随身带着金贵的蓬莱丹当糖果吃，但这个不一样，就算再怎么要死的人，吃下它都可续命3日。到时候你再出事的话，吃下它，3日之内找我，我救你。好。我知道，虫儿一定是尽力了，但是这世上的事嘛，很多都是人定不了的。
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谢父皇体谅。楚河还好吗？回父皇，楚河很好。楚河说，一直很挂念父皇。这话是楚河说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呀！好好养病，姑先回宫了啊。儿臣恭送父皇。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皇子啊！恭送皇叔。皇兄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赤王府。父皇好。从小就练习射箭，到现在竟然还能射偏。你的眼睛不如换去给你二哥了。父皇有所不知，儿臣最近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病就1个月，我到现在2只手都没力气呢。拿来。病了1个月，还能拉开这2弹之弓吗？这不才射偏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儿臣其实没有病，只是最近心烦。如何？懒得上朝。父皇好剑法！跪下。既然不想上朝，那就不用上朝了。从今日起，就在这屋里待着。明日，藏书楼龙图阁大学士会带12学士到你府上，把北离巢路修缮完成。北离巢路，那玩意儿不是修了几十年都没有修好？父皇叫儿臣来修，那儿臣岂不是要老死在府里了？父皇饶命啊！岳离，咱们走。是。皇叔，你替我求求情吧！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这……替你求求情。小侄子，我前几天奉命传你上朝，你不理我，现在来求我，晚了点吧？啊？皇叔，我上朝，我上朝，皇叔。松手。皇兄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，我都想替你收拾他一顿。岳离，你也上车吧，我有事同你说。皇兄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事要交代给我？不算麻烦事。其实姑还了解一些事情，是锦仙没有告诉我的。可能锦仙公公觉得不太重要吧？不，很重要。楚河身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叫雷无节。雷无节，他的名字
还是姑给起的。天下有道，世上无刀。普天盛世，再无桀骜者。他小的时候，姑还抱过他。是雷将军和李守护使的儿子，是个聪慧的孩子。没有想到啊，最终还是回了雷门。啊，你替姑跑一趟。当初派重儿去，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许，只是想表明一下姑的态度。如今由你去办，姑才放心呐。臣弟明白。去吧。好。啊，还有啊，不管见到楚河，还是遇到雷家那个孩子，都替姑说一句，姑有愧。不跑了，不跑了，我跑不动了。我堂堂天外天少宗主，竟被一人一剑追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丢人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只有他找我们的份儿，我们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臭小子，你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前辈剑术无双，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，说起来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呢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是啊，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大魔头，还好还好，既然二位剑仙在此相聚，晚辈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猕猴，走。叶鼎之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？怒剑仙前辈，你倒是有出息，有本事你追过来啊！哎，大魔头，别追他了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。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李寒衣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死书生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5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苏昌黎死了，你为什么活着？目标的实力和情报严重不符，又有剑心种的李肃王在旁，我判断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不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。知道了，你的任务暂时停止。至于昌黎的死，与你无关。谢大家长。下去吧。大家长，那几个小辈，沐英和昌黎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。如今我们的布置也已经完成，几个小辈而已，影响不了什么。你刚才对沐英动了杀心，杀手任务失败，身死本是正常的。不过，昌黎是不同的，相比较杀手，他更像一个剑客。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可是身为苏昌黎的兄长，大家长方才却很平静。
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有人吗？别叫了，再叫伤口就裂开了。师叔，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用业火镜？没死都算走运了。师叔，雷家堡这次……放心吧，雷家堡内的弟子都没有什么大碍，毒也都解了。看似这么惨烈的一场英雄宴，也就只死了2个人。虎爷和唐门老太爷，足以让整个江湖都震动的2个人。此事之后，江湖的格局就要变了。都怪我就应该早点来。别太伤心了，他这么多年一直受寒毒所扰，如今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对了，我姐找到了吗？没有他的消息传来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去了能有什么用？可是他现在很危险。就交给你师傅吧。你要是好些了，可以去看看你那位朋友，他的情况有些不妙。萧瑟，怎么样了？如剑仙和吴心在帮萧瑟一同运气疗伤，已经进去有些时候了。前辈，萧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萧瑟隐脉本来就受损，此番强行运功已经伤及到根本。我们2人用尽了全力，也只能暂时压住他的伤势，最多再能撑1、2日。那谁能救他？你师父齐天辰可以，但是他已经回到天启城了。药王辛百草也可以，可是他的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辛百草的徒弟行不行？你父亲？不是，剑心冢里还有个徒弟，剑心冢离这里不远。我可以让师叔仙鹤传书，半日可到。怕是来不及，我再尽力一试。来得及，我们还有3日完。3日完？玄剑仙下山一事为何没有传到雪月城？唐莲求救雪月城的信又为何现在才到？莫急莫急，至少这几个孩子已经平安无事了。韩义那边也有雷轰去追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如何不急？玄剑仙身死，雪月剑仙被逼疯，雷门遭围剿，唐老太爷和雷仙武全都死了，而我雪月城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，还是靠着雷云鹤的仙鹤传书。我雪月城朱颖号称江湖情报组织第1，难道是吃干饭的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听他细说。说，近几日，所有派去打探消息回来的朱颖，全都被拦截了，有的被抓了，有的被杀了，好像是有人故意要封锁雪月城的消息。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封住雪月城？最少有上百高手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可以调动这么多高手？不行，我得去寻他们。不可，已经有2位城主不在了，你若再去，无双城那边怕有异动。暗河偷袭了英雄宴，萧公子为保天下英雄，强行运功，如今身受重伤，随时有性命危险。四宫姑娘已经给萧公子喂了3日丸，还请华景姑娘速前往雷家堡。什么？他服了3日丸？怎么了？那3日丸可以激起一个人所有的生命力，所以无论受了多重的伤，都可续命3日。但3日之后若还是治不好的话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了。那你就更应该速前去了。这样，你骑我的紫流驹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
雷无杰，你过来喝口水吧。不用。你也在这守了一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的身子也没比萧瑟好多少。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真的没关系吗？你是在关心我？看来真的是好的差不多了。反正死不了。你说话可真有意思。那个若依姑娘，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我在这儿呢。明天一大早，你跟千乐来替我就好了。好。哎。雷无杰，啊，前辈，你还记得当时在雪月城我送你什么礼物了吗？啊，记得，晚来雪。那你看了吗？没看。难怪你和女生谈话还是这般声色稚嫩。我谢轩送人东西啊，从来都是对症下药的。你不要以为《晚来雪》这本书在街面随处可以买到而轻视它。但是它对你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哼，不开窍，不开窍啊！啊？难道我真的该去看看？你们说这暗河多年来，也就是暗中做一些取财杀人的勾当，可怎么就敢偷袭这英雄宴呢？难不成要与这天下英雄为敌？这一次啊，就是冲着雪月城和雷家堡还有唐门来的。我们啊，都是被无辜牵连的。啊，军爷，军爷，这是。想必诸位是从雷家堡回来的吧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。没什么好问的。大胆！你可知我们将军是何人？退下，莫与北离军作对。参见大将军，都给我跪下！参见大将军。阁主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问一问几个问题。大将军但问无妨，陆臣必定知无不言。坐。此次暗河偷袭英雄宴，伤亡如何？雷家堡雷千虎与唐门唐老太爷均已战死，不过却保全了现场其余人的性命。至于暗河，死伤未知，现场并未留下尸首。雪月城此次派出了许多年轻的弟子，他们赴宴来晚，正好赶上大战。不过陆臣并未见到他们。为何？据说他们当时在此战中都身受重伤，还有几个昏迷了过去，此刻正在雷家堡中接受救治。不过陆臣也只是听人传言，并未亲眼所见。好个暗河！若我闺女真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是踏遍整个北离，我都要杀光他们。乖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前面还有几十里就是雷家堡了。乖。他跑不动了，再跑就要累死了。那怎么办？你那么着急去雷家堡做什么？我要去雷家堡救治病人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客官，您的马。你把你的马给我，卖给我好不好？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我给你银子。等我到了雷家堡，我再差人把马给你送回来，行吗？
不用那么复杂，我们一起去便是了。小二，哎，照顾好这位姑娘的忙。得嘞。雷兄弟，雷兄弟，都天亮了。我没睡，我就刚刚才睡着的。雷无极，知道你累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。师兄，师兄，无极师兄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雷家堡都围起来了。官兵？吾等敬重雷家堡，不愿冒犯，但若雷门门主再不外出迎接，就休怪吾等无礼了。